为什么你的转体速度总是很慢？感觉哪儿被卡住，连贯不起来？这种核动力转髋究竟怎么做？往前也总来不及转髋，接不住。一个视频让你学会快速转髋的要点及髋部灵活的训练方法。Let's go！ 首先，转髋并不是单一在原地发生一次转动，转髋是羽毛球步伐的一部分。上期说过，羽毛球步伐最关键的是重心蹬出与收回，转髋是帮助我们更好向球落点蹬出重心移动的，它本身就是步伐的一部分，而非个体。转髋既然是为了更好的蹬出重心，那么转髋前若重心是非平衡状态，一定是转不动的。只有在击球后快速回收核心至平衡状态，才有快速转髋移动的基础条件。那么到底怎样转呢？重心不稳定是没法转髋的。首先依旧要做好准备状态，保持重心平衡后，我们先来看头顶区，让右脚随球飞行，向左后方蹬出重心，同时抬手架拍来瞄准球，从而引导重心蹬出的方向。可以看到此时杨已经完成侧身了，这其实就是转髋后的状态。这一步的关键是左脚不要动，右脚向后迈完成侧身即可。此时身体与球落点之间的距离要靠左脚来完成。我们要先熟练将重心推到左腿，启动后右脚快速将重心蹬向左腿时架拍侧身，再由左脚的后跳来完成转髋。髋部是没有主动去转圈的，这也是马来步的做法。当我们刚接触步伐时，大多数移动是靠伸手够球硬拽，此时都是持拍手同侧脚再发起转髋，这会让转体速度变得巨慢，因为重心并没有有效蹬出。只有将重心先蹬到左脚，再由左脚发起转髋，才能保证重心是始终向球落点快速蹬出的。包括往前也一样，转髋方式其实和头顶区一样，先将重心放到左腿，再由左腿向球落点蹬出重心，即可完成正确的转髋接吊球。这需要我们熟练分腿启动后快收左腿再蹬出的动作。后插也是一样的，不要想着直接就能转髋去打球，而是先将重心蹬到左腿后，再由左腿完成转髋的动作，才能保证重心的快速蹬出。同理，正手后长也一样，在重心平衡状态下启动后，先将重心放到左脚，再由左脚蹬出重心，从而完成转髋。所以转髋想要快，不要只想着伸手够球，或者着急直接蹬起重心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只有先将重心放到左脚，以左脚为轴心蹬出重心，自然就能完成转髋了。当然，我们想要快速提升步伐表现，还需要练习提高髋部灵活与腿部协调性的训练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个球筒叠放在一起，站在球筒一侧，将重心放在单腿后，向上抬起另一条腿，让膝盖在球筒两侧来回扫过，重心不要晃动，要一直保持在单腿。注意是先上抬再横扫，这个很重要。不可以这样偷懒哦。单边一次扫30个来回。接下来我们重心放在单腿后起跳来寻找这个节奏，找到节奏后做跳跃中的抬腿扫筒，注意核心收紧，保持重心稳定在单腿。另外一侧也一样，一组1分钟，要尽量保证动作正确。然后我们将大腿从外侧抬起，依次向内扫，加上跳跃连贯起来，也是一组1分钟。基本上练到这里，髋部已经很酸了。最后一个动作比较难，是向外侧扫腿，需要我们非常好的髋部灵活性才能做到。刚接触的球友多练前2个就好。我知道训练大家一般都能很好的完成，但步伐训练真的很累，一旦练完忘记拉伸或者偷懒没有放松，第2天真的就动不了了。像咱们平时在场上急转急停起跳杀球，全靠小腿大腿还有膝盖周围的肌肉，天天被反复拉扯，乳酸堆积的满满当当，光靠这种简单的压腿放松根本拉伸不到深层的肌肉，如果肌肉一直紧绷，真的会影响到第2天的训练的。能及时做到给肌肉恢复真的也很重要。之前就给你们推荐过这个北健智能肌肉按摩仪，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在用，它小巧便携，打完球直接在场边就能贴上，而且这么一套也不贵，性价比也很高。第2天训练前的状态越好，才越能减少受伤的风险，这才是正确的预防。同款链接在评论区，早用早预防。